由于美国在出售 F-35战机时附加了大量条件，导致泰国无法承担这个代价。那么，我国的 FC-31是否有出口给泰国的可能性呢？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都知道的是，目前全世界只有美国对外出口五代机，并且五代机目前全球只有中美两个国家实现了批量生产。因此，对于一款这么先进的战机，几乎所有国家都想要采购上几架，好让自家空军的战斗力上升一个档次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靠着手中全球唯一一款对外出口的五代机，美国获得了丰厚的利益，同时还拉拢了一帮国家组建了军事同盟。而现在 F-35战机的订单已经来到了3300多架，并且随着世界局势的不断紧张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增加。因此在这时，泰国方面也有了一些想法，想采购美国的 F-35战机。早在去年就有消息称，泰国空军元帅表示，泰国要购买8架 F-35战机，首批将会以4.13亿美元的单价去购买总计4架。但后来这件事就没了后续情况。F-35战机的生产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负责全球业务的高级副总裁也表示，目前并没有收到有关的官方消息，这完全取决于美国政府。由于美国政府长期严格控制关于 F-35战机的出口，所以泰国采购战机一事有很高的不确定性。目前获得了 F-35战机的国家，除了美国在欧洲地区的盟友之外，就只有日本、韩国、以色列和新加坡4个国家。这4个国家中，日本、韩国不用多说，完全就是美国的小弟，是美国专门用来在亚洲对抗中国和朝鲜的国家。而以色列又是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中东小霸王，是美国在中东实现部署的关键国家。新加坡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坚定的支持者，所以面对这4个国家采购 F-35战机的需求，美国自然是答应了。毕竟像这种既能帮自己对付中国，还能赚上百亿美元的生意可不多见。而其他国家想采购 F-35战机就没那么简单了。像阿联酋也打算采购50架 F-35战机，但是美国方面却漫天要价。虽说这个价格对阿联酋来说无所谓，他们能够承担，但美国却偏偏开出了不少的政治条件，其中就包括减少和中国的往来，禁止使用中国的电信基础设备，这对阿联酋来说是难以接受的。因此这笔谈判就不欢而散。相比较阿联酋的50多架，泰国方面虽然只打算采购8架，但这笔订单的金额对泰国来说也是一笔天价了。特别是这首批4.13亿美元单价想要采购4架 F-35，已经是过去式了。在美军最新的采年报告中， F-35战机的美军自用价都达到了接近2亿美元一架。泰国现在即便是想买，价格估计还得往上翻1倍。而寥寥数架的 F-35对于泰国空军来说完全是杯水车薪。因此想要继续采购原有数量的 F-35战机，那就得花费数十亿美元才行。更何况美国还会要求泰国停止和中国的合作，并使泰国站队，在中美之间2选1，让泰国和中国交恶，这个代价显然是泰国难以承担的。这正是这样，泰国军队现在正逐渐摆脱对西方武器的依赖，开始大量采购中国武器，像071型船坞登陆舰、VT-4坦克。泰国本来打算采购的是 T-84和 T-90坦克，但由于俄乌冲突的影响，这2款武器的生产国都无法生产多余坦克供应给其他国家，因此泰国陆军选择了采购中国的 VT-4坦克。用了之后都觉得这款坦克的性能很棒。也正是有了采购我国装备的成功先例，泰国本次采购5代机一事，购买我国的 FC-31战机的可能性也很大。相比较美国的漫天要价， F-35美军自用都涨到2亿多美元一架了。中国的 FC-31虽说还在开发当中，但价格再怎么贵也就1亿美元左右。毕竟歼20的采购价格差不多也是这个价，但歼20是我军专用第5代重型战机，不对外出口，
所以能出口的只有第5代中型战机 FC-31。在中型本身就比重型战机便宜的情况下，即便是用于出口，价格会上涨，那价格绝对是要比美军 F-35的价格要便宜的。除了价格便宜之外，现在摆在泰国眼前的还有另一个问题：美国的 F-35战机真的靠谱吗？由于这段时间 F-35战机在全球发生了多起坠机事故，美军在对其检查时，发现发动机出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。现在全球所有的 F-35战机都停止飞行，进入检修状态。但是到现在，美军也不知道发动机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，还没给出个具体的检修方案。如果说泰国采购 F-35战机的话，之后会不会也出现坠机的事故呢？或者是说，战机到货之后3天2头的就得停止工作，送到美国去进行返厂维修？又或者是像韩国那样，每次 F-35开机启动前都得找美国人申请动态密码，美国人不给发密码，韩国人就用不了 F-35，被拿捏得死死的。与其买这么款定时炸弹般还不好用的飞机，还不如买物美价廉的中国飞机。至少中国卖出去的飞机从来不用担心出现什么不可解决的故障，也从不给客户附加任何的霸王条款。